吃好吃的。究竟这个100块的神户牛肉和1000块的神户牛肉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所以今天我选了2家店，我就要专门去体验一下。我找到一家100块就能吃神户牛肉的店，但是只有10个座位，所以每天都要排长队。那家店是11点钟开门，我现在提前45分钟就到了这里，我就不信今天还能让我排上队了。看到没有，果然没有人排队。是关门了吗？我又提前了45分钟来，前面已经排了几个人了，还好我是第6个，第一批进店没问题了。1点钟老板准时开门，整个店瞬间坐满，菜单只有牛肉饭，有普通的和大份的。100块吃神户牛肉，我一开始是怀疑的，直到我看到这牛的家谱，连曾祖父都有备案的，看来神户牛还不是那么好冒充呢。我的牛肉饭来了，带着一股浓浓的香甜味。沾一点鸡蛋。好香！一入口，和牛独特的香味就毫无保留地爆出来了。嚼一嚼又有点甜，这是脂肪比较少的部位，不会趴在舌头上入口即化。每嚼一下呢，都有浓浓的香气。好吃。蛋液几乎是没有味道的，只有滑嫩的口感。怕腥的话，可能会有心理阴影。米饭也很好吃啊，洋葱的甜味全部都融进饭里了。吃完出门，外面还有10几个人在排队。这里的牛肉绝对好吃，但这就是世界最顶级的神户牛肉？我有点不信，因为我上次买的 M12都比它更香更纯。晚上这家就不一样了，晚上我预定了一家米其林1星的，也是专门吃神户牛肉的店，在这边算是数1数2的好店了。看看跟我中午吃的那个牛肉饭会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这里了。看起来就很高级的样子。今天碰到有获奖的神户牛肉，这是奖状啊！9月10号刚获的奖，奖牌都冒着新鲜的油脂味。先上了一个豆腐，这个豆腐好黏啊，像年糕一样，第一次吃到这样的豆腐啊。然后是一份整整齐齐的素菜，接着我的获奖牛肉来了，大理石般的纹路终于见识到了。这2块肉，一块是获奖的神户西冷，另一块呢也是上好的神户菲力，但肉眼看上去相差不大，不知道吃起来会怎么样。光听烤牛肉的声音就会不自觉地流口水，我以为这时候会有肉香味呢，其实什么都闻不到。因为推荐点的是5成熟，所以带着明显的红色，即便带着血色，依然可以清晰看到肉的纹理和走向。来对比一下啊，左边是我的获奖西冷，右边是同桌的神户菲力，明显我这份更有质地吧，它那个脂肪都快溢出来了。先吃同桌的。同桌的这个没有看着的那么肥，脂肪也不会入口即化，带着浓郁的咸香肉汁。更期待我的得奖牛肉了，这粉嫩的颜色哟！入口先是淡淡的奶香，仿佛自己是个含着奶嘴的婴儿，牙齿随便动一下，肉就随着纹理脱落了。
嘴巴和舌头能清晰地感觉到纹理的走向。突然间，肉缝中蹦出一股清甜，带着一丝丝辣味，似乎是胡椒的味道，又似乎是牛肉本身的味道。回味有一点咸咸的坚果味，层次清晰又丰富。吃完不自觉地泛起幸福的微笑。这个真的好好吃啊！再加片大蒜试试啊！大蒜比较腥比较干，牛肉甜美又多汁，爽啊！这个牛肉也不会入口即化的，但是越嚼越甜。我觉得第一口是最惊艳的，然后慢慢越吃，你就已经习惯了享受这种美妙的感觉，就没有第一口那么惊艳了。吃完牛肉还上了一份炒洋葱，还有咖喱牛肉饭。买单才发现超预算这么多，人均1700多。主厨把这份得奖西冷拿了出来，说是15万日元拍下的，也就是人民币1万块钱左右。其实神户牛肉就跟金枪鱼一样，好牛好部位才会拍到天价，但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普通的肉100多200多也能吃得到，就像中午的牛肉盖饭。但我觉得它和一般的和牛、澳牛也没有什么区别，甚至还缺少了一点肥美。同桌的菲力也没觉得多好，只有这个得奖牛啊，这么丰富的层次是第一次吃到。但就算是这么贵的牛肉，多吃了几口之后也不觉得有惊喜了。再考虑到它的价格，我应该是不会再来吃了。这家店就是整个神户点评数最多的一家店，1915年开业至今，已经有100多年了。顾客多到什么程度啊？门把手都被抠穿了。What？ 全店只有一个菜，那就是天津包子。他们管这叫馒头吗？叫馒头也没错，当年诸葛亮发明它的时候就叫馒头，然后传到了日本，我们也是北宋才出现了包子这一说。所以在你们那管有馅的馒头叫包子吗？还是管没馅的包子叫馒头？现在不是饭点，排了差不多10分钟就进店了。这边是3个起卖，每个是100日元，就是6块钱一个的包子。这就是让日本人赞不绝口的肉包子。这个包子感觉还没有我包的好。哎，你的盘好像好看一点。这是什么包法呀？这有多少个褶啊？这包的也太随意了，就是一个面坨坨嘛，勉强数出了7道褶子。好包子收口似鲫鱼嘴，这包子压根就没有嘴，但是要趁热塞进我的嘴。是好吃的，肉泥淌着油汤，味咸葱花香，面皮蓬松有嚼劲，皮粘着汁，汁粘着肉。虽然样子丑丑的，但像极了家里包出来的手工味道。这比便利店的甜包子正宗太多了。带着好奇心去查了一下，原来创始人是来自浙江宁波的曹先生，现在已经是第4代经营了。整个店里就只有我们说中文，我随手加了醋，还撒了不少辣椒粉。周围食客一直偷看我，也跟着我撒，大概觉得这才是正宗吃法吧。嘿嘿，不好意思，我撒辣椒因为我是湖南人。出门的时候发现排队的也都是说日语的，味道这么正宗，开了100多年，没有理由包不漂亮。我估计是生意太好了，包成什么样都有人排队，反倒是那些包的好看的店都没人排队。看来正宗的包子味还是最受欢迎的。这就让我更好奇了，那日本人喜欢的中国菜会是什么味道呢？回到大阪，我就跑去了一家高分的中华料理。善道，这字写得很有韵味啊。订满了，明天也订满了，我明天晚上就要走了，这家吃不到了。这家店也是完全预约的，这家比那家评分还高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位子。这家店在负1楼，入口也很隐蔽。运气太好了，还有空位。菜单只有日文的，看来我找对地方了。这里主打的是四川菜和广东菜。没想到杨枝甘露最先上桌，看样子很正宗啊。但这里面不全是芒果，还加了菠萝，有些酸甜，但不影响它的好吃。应该是厨师自己的创新吧。说到创新，这货居然是白切鸡，盖了一大坨配菜，香菜、辣椒、葱姜丝，底下只有几小块鸡，沙沙粉粉的口感，没什么纹理，随便嚼几下就可以吞了。混着葱姜丝和香菜，鸡皮也变得清爽了。虽然造型做作，但意外好吃哎，更期待后面的菜了。
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点了一个糖醋排骨，有这么大的糖醋排骨啊？先不管正不正宗，肉炖成这样，任谁都顶不住吧。它这个因为肉太大了，所以中间很多肉都是没有糖醋汁的。而且糖醋排骨应该是酸中带甜，这个酱汁只有酸，并没有甜味去中和，而且酸得很突兀。酸。番茄炒蛋，头上顶香菜，里面夹着大葱丝，和白切鸡差不多的配料啊。蛋一点也不老，是刚熟的那种滑嫩，番茄也很大块。哇，他们这边的番茄好甜。番茄品种是先天优势，但它和鸡蛋都像被迫营业的。番茄牢牢锁住自己的汁水，鸡蛋也丝毫不想吸收，滑蛋细腻，但大葱的口感太出戏。这盘菜只是运用了番茄和蛋2个元素，但完全没有领悟到精髓。肉肉姐的番茄炒蛋好吃太多了。最后压轴的就是这家店的招牌菜，号称最强麻婆豆腐。果然霸气啊，做着砂锅来的，红红的油油的，飘着颗粒感的香气。店家还很贴心的配了1/7碗的米饭给我。好麻啊，不仅麻，豆瓣酱的味道也很正，麻麻的、烫烫的、黏黏的，就是味道比较咸。就着这锅麻婆豆腐，我能拌好几碗饭。离开的时候发现啊，每桌都有一锅麻婆豆腐。日本人口味都这么重的吗？我查了一下，厨师是个日本人，喜欢用传统的中国菜结合自己的创意。虽然番茄炒蛋和糖醋排骨我觉得创意失败了，但白切鸡和麻婆豆腐是真的很好吃啊。中国菜在日本很受欢迎，沙县小吃、兰州拉面、海底捞都能吃得到，可能再过2年我都能吃到湖南米粉和臭豆腐了。